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从世界赛舞台回到联赛，这段时间的常规赛神人大战，想必大伙看爽了吧？目前的 LPL 虽然说技战术这块可能略微粗糙，可节目效果确实是不遑多让。只是这段时间我最期待的 BLG 打 IG 居然因为台风取消了，我这缺的节目效果这块谁给我补啊？而且这一推迟就是1个月啊，只能说悬念还在继续。说实话呢，这对于刚刚爆冷输给 FunPlus 发挥略差的 IG 来讲，是个很好的调整机会。而对于 BLG 来说呢，万一真有蜜月期 buff， 那这波不就给 IG 拖住了吗？拖就硬拖，只能说舆论的奖池还在叠加。相比 LPL 的波诡云谲 ，LCK 那边也开始一反常态。除了许哥依旧许哥外，夏至 T1 啊，居然提前发力了，不但击败了老对手奸计，更是开启连胜，坐稳了 LCK 的头名。大伙都被 Faker 连签4年刺激到啦。那本期赛事周报，我们就来聊聊这段时间 LPL 和 LCK。当然，提前声明嘛，我个人精力有限，没法每个队伍都聊，而且我也觉得确实没必要每个队伍都聊。所以本期我会提及的队伍，我也直接放在画面上了，大伙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部分，直接进行一个跳转。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冲。IG 在转会期再次选择了最有流量的玩法，他们引入了从 BLG 离职的威去做一个结构上的转换，这其实让我蛮惊讶的，因为 IG 在第2赛段虽然磕磕碰碰，但整体来说已经是一个向上的趋势。第2赛段的爆一爆时期可能发挥不是很稳定的 Mako 和 TheShine， 其实随着队伍磨合的推进，发挥也是越来越好。而第1赛段比较低迷的 Rookie， 第2赛段至今也完全可以评价一句燃情激将。就我们不盯周线，而是看月线的发挥，其实 IG 确实是走在一个稳中向好的趋势。第2赛段结尾，它也是一个第3名的成绩。IG 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我想表达这个队伍它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只是需要时间，而且也要管理好预期。但 IG 这种配置预期一开始就拉满了呀，所以关于引援这事儿啊，我不做多的评价了，那俱乐部有自己的考虑。但只从风格来说，选择威并且是很快试训就过，肯定是想要通过新的队伍结构去让队伍更上一层楼。那小威对于 IG 的核心价值，我觉得是强化单人线，同时呢提高沟通和指挥的一致性。威和杰杰虽然都偏节奏，但游戏风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指挥的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换威新的队伍结构会带来新的优势，但必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从目前的赛果来看，西拜滔博爆冷输给 FunPlus， 但也拿下了状态低迷的京东和 WE。整体下来吧，我觉得比起第2赛段，目前没有看到质变。其实最检验 IG 新配置成效的，肯定还是30号打 BLG 那场。倒不是说我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而是两个队伍在游戏风格上就是很硬碰硬的，也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从游戏过程去看新结构的潜力。毕竟 IG 今年一次 BLG 都没赢过啊。在爆冷输给 FunPlus 前，我其实对 IG 的表现也都还算满意。输给滔博呢，我完全可以归纳到个人状态的起伏与临场失误爆发这些问题上，这种从长线来说完全可以调整。包括输给 FunPlus 的 BO3， 未被意外抢龙断了节奏，Gala 对线和团战都出纰漏，包括后面正面无敌但被偷家打出逆天决策，这些在我看来也都属于波动，可以调整。但我们把这些爆点去掉，再细看，其实能够发现 IG 当下的主要矛盾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整个队伍的团战想象力下降了。如果大伙对第2赛段有印象，应该能记得那个时候 IG 啊，你不管最后输赢，不管前期节奏多烈，但中后期 IG 还是经常能够突然来一波翻转，来一波奇迹团的。可以说 IG 的团战能力在第2赛段绝对是头部级别，甚至很多队伍都是僵持下被 IG 直接靠团战能力打崩的。那时 IG 的矛盾在于你缺乏雪球的起点，缺乏节奏，会有人掉点啊，会有对线失误啊，导致没法进行一个正常的团战。那现在的话，这个矛盾算是一定程度的解决了，抛开个人失误导致的断节奏，整体来讲几场看起来 IG 边线节奏更多了，包括翻盘京东那一局也是靠小威的团战前出击逆转的局势。但 IG 虽然节奏带的多了，但团战处理也变差了。输给 FunPlus 的爆冷核心就是在于 IG 的团战处理变差了，更准确的来说是 IG 残局的处理更差了。造成的原因呢，我认为是 C 位和前排在激活目标的沟通上有些纰漏，光讲可能有点怪，我们举几个例子吧。9分14秒，朝中团这里 FunPlus 想靠着卢锡安加小赵加塞拉斯的强势期来逼团，前面团战的交换就不细说了。那 FunPlus 这波从优到被动就在于 Care 的大招没有锤到人，如果能够锤到波比，锤石这个走位就能给到维克多很大的压力，但没锤到，他的位置就很危险了。而小威马上反手闪现 E 去控这个没闪的锤石，这是绝对 OK 的判断。但问题是 Gala 在后续团战的选择出了非常大的问题，他一直在打这个没蓝但是有双招的卢锡安，这绝对是大判断失误。
我估计 EZ 的 E 啊，应该是没有第一时间刷好的，但这里怎么看都应该是往右边先秒掉没有闪现的塞拉斯更合理，后续有闪也不应该给塞拉斯 E 到，但更本质就是从一开始残局选择就错了。EZ 这样死，残局给波比、维克多去打赵信加卢锡安，那肯定就会炸。这里 Gala 自己判断有问题，当然是第一责任人，但从整个团队决策来说，这里语音沟通的激活，我认为也是需要去提升的。但凡早一秒去喊转火，可能结局都会不同。就如果只是一波团战的激活没做好，我都完全可以理解，谁都偶尔有抽风嘛。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第一把这里的厄塔汉在一开始阿罗拉已经消耗一轮了，可 IG 后续的团战激活方向却处理的稀烂。就 Rookie 和 Deshae 啊已经卡好下面了，那 FunPlus 只能选择硬冲这个没闪的发条。但我们可以看 IG 整体的这个决策是完全脱节的。Gala 首先就没和队友走一起，虽然他如果和魏走这边可能会成为被强开的对象，但他有闪，其实他有操作的空间的。相反 Rookie 没闪，被开肯定就死了。其实即便 Rookie 死了，反手处理好，塞纳和阿罗拉是有机会把残局打完的。可 IG 野辅这里决策就错位了，他们这里应该是牛头去找猴子，然后魏直接反手锁辅助，配合发条反开。毕竟 FunPlus 的开团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但 IG 是怎么打的呢？魏去拦猴子，我知道魏想的应该是正面我已经一眼阻止不了了，我去限制猴子进场吧。可他去拦猴子呢，又不舍得直接大招锁。魏直接猴子，然后喊塞纳一起杀这个没闪的猴子，后续一样是给打残局的，只是说把没闪的牛头发条卖了嘛。其实从团战角度没什么。FunPlus 的阵容其实就是打一波的 ，IG 则是手长能拉扯。结果魏因为心系正面拦猴子呢，又不舍得 all in， 结果就是2件套的魏被1件半的猴子直接反手打得要死了，才最后被迫开打。这里没岩雀基本就是单杀了，就整个团战你看不出 IG 集火的目标在哪。这场我印象中啊，Gala 的塞纳卡了很多次平 A， 但团战的失利根源并不完全是这种熟练度不足。实际上 IG 的团战，哪怕塞纳他每一个 A 啊他都 A 出来，该输的团还是输的，甚至你多 A 3下也都是输，因为团战集火的选择就有问题。前排和后排的集火几乎都没有衔接过。我们最后看一波团37分钟这一波，此时 IG 他有视野优势加团前优势，而 FunPlus 这边格温是又穷又瘦，他和猴子又都没闪。猴子作为只有2件半且0护甲的前排，你面对塞纳4件套发条3件半，实际上被集火是很难活的。而 IG 这边 C 位除了阿罗拉也都有闪嘛，但 IG 这波团战处理的是真的怪。魏一开始上墙我是能理解的，后期红 buff 可以拿嘛，然后这里也是因为看到有个 TP 飞过去了，吃个红发红 buff， 顺便再看一下位置防绕后，只是说这里格温从侧翼切入了。这波团 IG 慢慢拉开，靠塞纳和发条慢慢打，很容易赢的。而一开始Deshae的团战判断也很好，他看到这里 FunPlus 有个要包夹的样子，他直接选择卡后排，帮减速掩护撤退，同时用大招呢再快速离场，不给机会。位置到这里 IG 都很舒服，只是有2个瑕疵，一是塞纳被猴子直接下入闪现了，这个就有点过于谨慎了；二是魏选择锁绕后的瑞尔。我个人认为啊，这里魏做这种选择应该是怕瑞尔直接开到Deshae，不然没有理由这样给 R 的。但实际上Deshae他有金身也有大，这波就有点浪费。那这种临场小判断失误我都觉得 OK， 但问题是后面为这个 Q 回去。Q 回去的这个判断明显是没有和双 C 有足量沟通的，不知道是没有接收到队友的反馈还是什么。就这波甚至塞纳都没第一时间给大招，实际上魏不 Q 回去，猴子没大，这里 IG 可以慢慢拉扯慢慢追击的。这格温已经没金身了，已经是个死位了。你的双 C 是塞纳和发条，那后期就是围绕着 C 位来做思考和决策才对。就明显看出团战打起来以后，大家的默契还是差点，集火和协同上很迷茫，越乱反而打得越差。当然最后帅哥的脸探草丛确实也很不应该，不是说谁的问题，只是我觉得 IG 这把团战不应该打到这种地步。IG 输给 FunPlus 的 BO3， 他们真是有挺多能拿下的机会，但结果就像最后的被偷家一样，看上去是一个操作问题，但背后暴露的是队伍的沟通量不足。该 TP 回家的奥恩没踢，该 B 的 EZ 没选择 B， 该打中人的波比也没打中，只是说换了队伍配置，那自然是要遇到新的问题，而现在要解决的矛盾核心还是团战的一致性。实际上现在 IG 的 C 位在输出端的火力并没有影响，Deshae就不用说了嘛，分区输出在第2赛段就是上单位的第1，只是从之前600多略微领先飙升到现在800独1档了。而 Rookie 呢更是夸张，第2赛段他的分区输出就不低，稳稳的第1梯队。那第3赛段4场下来，分区输出是直接飞到了930，断档第1的这个程度。而 Gala 虽然状态低迷比较久，没有太多亮眼表现，但数据它是在提升的，分区输出也从第2赛段的第4来到了第2名，仅次于哥哥的这么一个排序。当然目前场数还比较少，确实有一些掺水的成分，但 IG 毕竟是输了2个 BO3 的，能输2把还有这种数据，它能说明一些问题。凡事必有2面嘛，只是我觉得想通过简单换人就让队伍脱胎换骨，直接跃上一个台阶，这本身就不现实，还是得看后续的调整和磨合，能持续进步和调整的才是强队。
那聊完 IG， 自然得讲讲 BLG 了。BLG 在经历了糟糕的 MSI 和世界赛舞台后，选择了继续引进新的打野，那也是无奈中的无奈了。就实事求是的说啊，世界赛的发挥怪不了北川什么，但没办法，你其他位置买不到更合适的，但不改一下吧，那么糟糕的成绩也说不过去。所以 Shadow 就来了呀。Shadow 有一点确实是北川没有的，那就是乐观属性。北川终究是缺点熏那种开心果味道的，所以 Shadow 调整下队伍氛围，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解决办法。Shadow 加入后没有把北川踢掉，赢了一场大火也没有发微博，那也是一种进步啊。就如果 Shadow 一来直接把北川踢了，那就真的太夸张了，就 BLG 的打野位后面就真的很难做了。同时呢 BLG 还引入了曾经和 Rookie 当过队友的野王卡靠，这样双打野轮换搭打野教练的这么一个配置，能够一定程度的提高 BLG 的打野利用率，这是我觉得后续 BLG 比较值得期待的点。目前 Shadow 上场后 BLG 也是经典蜜月期拿下3连胜。我个人觉得比起复仇 AL，BLG 最有价值的一场胜利其实是赢下微博，因为第2场的 BP 是今年 BLG 给了我第一次在英雄选择上的眼前一亮。BLG 已经很久没有拿出属于自己的新东西了。就第1、第2赛段 BLG 的理解其实都有滞后性，大部分的英雄选择版本理解都是被别人揍过以后才掏的。比如第2赛段 Knight 打 IG 用的蛇女，就是上一场输给 AL 用瑞兹被香克斯的蛇女整了一把，BLG 发现哦可以有这种解法哦，所以 BLG 它总是在失败中才能获得成长。但这次他们居然在第3赛段率先科研了，这就让我很惊讶。其实 BLG 的部分我想聊还真有点不知道怎么聊，因为他们的打法风格没有什么变化。但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观察 BLG 这个队伍的指标，那就是左手利用率。Knight 这个选手，如果你感觉他什么类型都能出，队伍给他的可选很多，那这么个状态下的 BLG 是肯定猛的。但如果 BP 上你感觉左手他一直处在一个版本3板斧的阶段，那 BLG 肯定就处在烧脑阶段了。左手的英雄选择越刁钻越松弛，就证明 BLG 的队伍状态越好。炸弹人加强很多，这很 OK， 包括 K 皇在韩服练炸弹人我也知道，但敢这么直接拎上场，并且搭配了相应的 BP 逻辑，包括 BLG 也开始思考做 B 站运营，那这样去试版本，对于今年的 BLG 来说，它是比3连胜更大的好事儿。我以为 BLG 会等其他队伍有实战数据才开始敢拿，没有想到啊，这次这么果断，这就说明 BLG 现在队伍状态是处于上升期了，队伍有余力去思考新东西对于队伍的帮助。这个状态其实就是 BLG 一直想找的，虽然目前只打了3场，整体面貌确实也不错，打微博也确实打出了张弛有度，并非无脑打团的对局。可关键就是他们能保持多久，能不能经受后面强敌的考验，能不能在连胜中维持心态的平衡，包括经历失败的话，能不能去解决后面的问题，这些我觉得都是要打问号的，要队伍自己去磨练的。第3赛段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相比 BLG 啊，目前 AL 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回来的表现也出乎了很多观众的意料。不是才在世界舞台上打得有声有色吗？怎么回来突然拉了？甚至都要靠 WE 自己的失误才能拿到自己首胜了。其实问题很简单，他们太累了。这个累啊，我并不认为是身体上的累，毕竟WC 回来也有1周了，可能确实比较辛苦，但年轻人身体的恢复速度肯定是够的。核心在于 AL 已经经历了非常长的高压训练，加上高压比赛，这不是说一个短期集训，而是一个很长时间段的高压。他们本身逼着一股劲去世界舞台上打，可问题是呢 ，AL 他并没有夺冠，你夺冠了，你这种气势它可以延续，你会确信你所有都是正确的。可 AL 输了，那确实他又得重新回归到调整和思考怎么进步的阶段，那气就散了，他要重新凝聚了。可第3赛段一开始他离世界赛又还太远，就有点像准备了很久的一模考完了啊，成绩也还行吧，也确实有进步空间。这时想想呢，离高考虽然也不说很远，但又确实有距离，就老会想着，哎，要不要放松一下，奖励一下自己。这个时候精神是很容易懈怠的，他不是说主观懈怠，而是提不起劲。这点在香克斯身上尤为明显，因为他是真正的第1次去世界赛舞台，所以从季后赛开始啊，他是逼着一股劲的。包括你看他的采访都是什么，我觉得我不会输，此时是属于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那种状态。当然这个状态放在那时的香克斯身上是绝对的褒义，可问题就是知道了天有多高，现在你得重新脚踏实地了。但具体怎么做怎么调整，其实香克斯也没经验，自然会迷茫。AL 这个队伍虽然节奏核心是野辅，但起节奏在这个版本是肯定需要线上的线权作为基础支撑的。而 AL 为什么季后赛上能双杀 BLG？ 其实一切的基点就是香克斯发挥的比左手好，扛线能 counter， 团战也很果断。大家要知道，任何主打协同的队伍，中路一定会是队伍的隐藏功臣，所以香克斯最近的状态就是要调整。当然，其他人啊也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包括劳赞都开始晕了，而且他比的 BP 也看得出来想练又想要分，所以 AL 真得停下来休整一下，找一下状态了。
不过问题也不大，前2个赛段的积分积累还是很够的。AL 他有容错去调整，他们确实得重新思考一下，当香克斯他不再是积雪模式后，常态化的 AL 他需要去练什么。这里额外说一下 Hope 吧，我觉得 Hope 现在当务之急啊，真的不是什么练英雄，而是他应该去健健身，提升一下体能。我觉得这次出国比赛啊，他第5把的精力感觉真的是有点不太够的，一看就不够集中了，真得健身一下。第3赛段才刚开始，有积分的 AL 现在真的反而要立足于长远。现在的 AL 真不是什么技战术问题，而是队伍的凝聚力得重新拉一下，包括选手们的身体要调节一下。第3赛段当下气势最盛的自然是哥哥所在的滔博，在第2赛段季后赛爆冷后啊，滔博好像也不得不做些改变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呢，滔博和微博的辅助互换居然是刘青松换的航，而不是第2赛段发挥更好的二哈。最后二哈失业，我是没想到了，可能航的试训表现确实比较亮眼吧。当然，郭浩也做了多少准备，除了航外，提拔了一个2队的辅助。我个人认为呢，滔博的本次换人目的是让整个队伍稍微降速一点。从 MSI 到 EWC 可以看得出，整个比赛现在的节奏就是偏运营偏慢的。而前2个赛段的滔博有点过于快打旋风了，一旦打架节奏不顺，滔博这个队伍就会很晕。相比刘青松，航并不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辅助，而滔博这个队伍能够提供指挥的选手本来就不少。之前的赛事周报我也和大伙聊过很多次了，滔博很多时候是刘青松作为队伍的第2打野在起节奏，但刘青松的问题是一旦开死，那真的停不下来。而滔博现在也不需要那么多额外节奏，刘青松的表现对于辅助而言太偏于进攻了。虽然我们能看到刘青松偶尔会贡献那种很夸张的开团表现，可确实也给队伍带来了一些变量。虽然队伍的不安定分子并非只有刘青松，其实大伙都挺变态的，但滔博跟BLG一样嘛，你能换的点其实很少。那既然选择了换，那就意味着队伍准备往新的结构去转型。所以滔博的前3场是我重点关注的。滔博哥呢，依旧延续了在常规赛稳定的发挥，目前是一个5战全胜，依旧领跑LPL。其中赢下的 IG、京东还有微博都是第3赛段他们的直接竞争者，很关键。起码调整第1步走的是挺顺畅的。我先说说新换的航的表现。航的洛本身在第2赛段曾经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啊，而打 IG 的首秀也确实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还是展现了一些可乐镜头。有大招，但是被一直狠戳啊，好像还是要死啊，这个位置有点走不太动。再挂了个虚弱给 Rookie 也是没闪的，差一下，交出闪来了，有没有人补上那下？没人能补上。但我得承认，航的加入确实给滔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主要还是一个选位的区别。航实际上在团战的处理更多的是一个2号开团手，主打的就是跟控制，或者说队友已经拉扯到位，他再进场。所以比起刘青松之前那种1号位开团，航相对来讲他更难被针对一点。从赛后语音也看得出，航很多时候是等队友遥控了才选择上。虽然进攻端可能没有过去犀利，但确实拉扯的更多了一些。就每个队伍自有队情在，只是从目前的效果来说，虽然滔博进攻端慢了一些，但下限确实高了一点。实际上之前滔博很经常会打出那种越烈越想打，越打越崩的游戏画面，最后的人头比往往会很夸张。但目前输的3小场来讲，滔博展现了不同于之前的劣势处理。简单说，过去的滔博劣势还是会主动出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劣势呢，会等对手失误了，开始减少自己的进攻频次了。那我并不认为2种风格有什么优劣，还是得看队伍的执行。实际上目前滔博能够领跑LPL，并且连克强敌，关键还是哥哥的状态回来了。哥哥最近太猛了，就 JKLove 这个选手一直都属于状态好的时候，团战打输出的效率那真的是没话说。目前4个 BO5下来，分均输出直接是 LPL 第1，当然伤害占比肯定比不了在 NIP 的 Leaf， 但也是很前列了。大伙也得明白啊，休赛完加大量的人员调整，赛季早期一定是一堆病友的，包括滔博也是如此。但这时谁在团战中能够稳定兜，那就很关键了呀。而有69加卡纳比，包括小奶油，在滔博的这个体系下，滔博他即便有一些失误，但他们依旧能够靠着团战加一些进攻决策打回来。JKLove 的发挥也不是说我突然转变性子变稳健了，而是他状态好，就是能够打出刀尖舔血的输出。你处理他需要付出非常多的东西，而你不管他，他上来直接就给你拉爆。而小奶油和卡纳比本来就是对收割的嗅觉很灵敏的选手，所以 JKLove 的感觉一回来，滔博马上竞争力就拉起来。之前滔博的阵亡还是频率太多了一点，他们掉点率啊，在强队里绝对是算多的了。但现在换了行呢，虽然依旧有掉点，但掉完以后，滔博啊，他会有一个沉淀期，这时往往能在全员容易发狂的 LPL 等到对手的失误，所以滔博的上限变化怎么样不好说，但下限这块确实变高了。而且队伍的风格呢，也能比较容易的靠向红米擅长调教的方向。其实常规赛的话，滔博我是完全不担心的，但按季后赛门票来看，第2赛段的惨败让滔博的积分还是非常不足的，所以得在第3赛段的季后赛争取更多的空间才行。
他们真正的考验还得是标舞，现在帮他们开香槟也为时尚早。那比起可以微微一笑的滔博，那京东最近真的就有点挠头了。说实话，京东第2赛段整体是一个中游守门员的位置，有过一些克敌的画面，也有过一些逆天的比赛，但本次转会期他们放走了 Missing 和阿乐，换成了涅槃组的小学和 Wink。怎么说呢？之前的上辅确实失误多也有问题，但很多选手失误率高和队伍打法的不匹配，或者思想没有转变有关的。你毕竟队伍多了一个在练习语言的新选手啊，遇到磨合问题是肯定的。我甚至觉得找替补都行，但直接离队却有点太急了。就大伙得明白啊，有优势不一定能转化为胜势，但职业比赛你能拿优势就不错了。阿乐和 Missing 确实有问题，但他们是能够给队伍拿优势的选手，只是大伙预期的太高嘛，把他们拿优势当成了必然。阿乐在第2赛段选的最多的英雄，第一是塞恩，第2是奥恩，虽然味道离 Lemmy 这种还有距离，但起码他在改变。小徐和 Wink 虽然有过一些以下课上的表现，属于下游队伍里的亮点选手，但他想在 LPL 上游圈证明自己，我觉得是还需要更多硬仗的。那我对这2个选手没有意见，我只是觉得京东的这手换人有点怪。小徐本质还是一个偏 carry 的选手，如果要他来打蓝领，也和阿乐一样得练，那还不如找像 Solo Q 这类本身就有坦克储备的角色。而如果需要上路有 carry 属性，那不如继续阿乐呢，起码阿乐对线的强度是稳定的呀。当然，从技战术角度，可能换人有点怪，但从更衣氛围来说，可能第2赛段大伙各自的逆天发挥也确实让彼此打不下去了吧。那这块就只有他们内部自己知道了。当然，京东也不是没有好消息，他们是官宣的厂长，确实让我有了不得不看的理由。但厂长过往的执教经验又告诉我，不要给太多期待会比较好。目前呢，京东3场比赛仅仅赢下了 WE， 而且还是2比1赢的。虽然 WE 在第2赛段是暴龙击败了京东，但 WE 毕竟还是一个黑马定位嘛。我个人觉得京东拿下就是应该的。但打滔博、打 IG 这种稍微强度比较高的队伍，京东的协同问题和 C 位自己的问题暴露的是一览无遗，这发挥简直就是在我的嘴里拉屎。协同问题这块，我简单就说一个画面：打滔博第2场的16分钟这里，滔博他是当着视野入侵红区的呀。然后京东也是知道滔博有人在，一开始4个人集结反清可以理解，但后面这里 Wink 晃半天不插眼是啥意思？我没懂啊！而且插眼的时机也很差，因为岩雀已经开始拼要回线了，就感觉队友之间是断联的。然后没闪的佩子站位仿佛也是没有收到滔博可能有人在的这个信息。然后19分钟这波就简直疯狂了，就中路都不在，然后野辅还各开各的，整个团战都已经不能用乱来形容了。目前的比赛看下来，佩子已经从过去的团战偶尔迷路变成了团战不知所措，而更要命的是 Scott 状态的进一步下滑。第2赛段就说过很多次，他的打法其实这个版本有点难 C， 然后他自己状态也波动，现在的他和许哥一样，已经有点道心破碎的味道了。在我过去的印象里 ，Scott 这个 ID 和低级失误是很难挂钩的，但现在才几个 BO3 呢，我已经可以说句有点搞笑了，就打得太拉了。而这才是对于京东来说最大的考验问题。Scott 的下滑比前面协同问题要大很多，因为 Scott 的打法是注定他不能搞笑的。像京东赢的2小局，其实都是 Scott 拿的 MVP， 目前唯一比较有状态的就是勋了，但这个版本只靠打野，他就是很难赢游戏的，还是得线上多站出来一点。反正我已经在期待厂长更衣室挖醒 Scott 的经典名场面流出了。那 LCK 虽然和我们一样，一份类似涅槃和登峰的上下组别，但 LCK 那边呢，它是继承第2赛段成绩的，所以 DK 虽然跌落下游圈，但凭借着10-8的总成绩，我感觉第3赛段 DK 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去冲击4号种子。说句心里阴暗的哈，我是觉得4号种子之战能碰 Showmaker 率领的 DK 是比 BDD 率领的 KT 要好一些的，所以我内心还是希望许哥好的。加上 DK 新引入了从京东离开的 CV Max， 所以他们在第3赛段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是很让人期待的。但涅槃首秀 DK 确实打得很涅槃。首先队伍的一致性还很差，因为打架能力太弱，导致 DK 这个队伍在决策上总感觉有点束手束脚。这个版本我跟大伙聊过很多次了，很比大哥的 carry 能力。而 DK 这个队伍由于中路大和第2赛段效果很差，所以他们很希望通过一些更能发挥 Showmaker 节奏能力的阵容去弥补。但结果就是 BP 看着很诡异，才第2把就能看到绝境辛德拉加打野节这样的组合了吗？就很难让人绷得住啊。Lucid 的野和水准实际上是完全不够的，所以一局下来就是中野的输出没一个比得上塞恩，硬是把3合阵容打成了4保1塞纳的味道啊！你说这扯不扯？可中野不干净也不代表其他路干净啊。C5 作为新人上单的蜜月期也基本结束，目前他的表现也非常迷茫，你可以说是被许哥拖累，不知道怎么赢了。但自己的招牌朗姆被Morgan完成线杀，肯定也得找找自己原因吧。而原神哥他现在的操作真的有点太烂了，在辅助非常重要的版本，原神哥的对线能力是拖了 Amy 后腿，整个 DK 看起来就很整体。这个整体是指他们没有突出的地方，没有主攻方向。
向，什么都能玩，但什么都不厉害，这是最骚的。就 KT 你知道，我可以依赖 BDD， 但 DK 你不知道依赖谁，只能说肯小这种事，如果 Lucid 和 C5 本身就有被当核心来打的经验，那会好一些。但问题就是他们没有 ，Lucid 就是很偏节奏的打法，而 C5 虽然有 carry 能力，但做队伍倾斜的大哥位做的并不好，他不太会 call 队友来帮他，所以目前 DK 依旧是很吃下路节奏的队伍，中野也喜欢围绕下路搞事儿。但 Barrier 跟许哥一样嘛，表现都挺虚的，他给我的感觉是很犹豫，对于局势的判断不准，而操作失误这种就更不用说了，很多时候他出现的位置就已经是死点，而且他跟 Aiming 的下路我感觉有点没风格，就是说凶也不凶，说稳也不稳，联动的既不紧密，也没有什么单挂游走的说法，就卡在这儿了。而当串联队伍的点都开始迷茫的时候，那么 Aiming 也没有了去年的神奇。当然 DK 虽然说了那么多毛病，但我依旧还是认为他们有救的。但这个有救的标准肯定不是什么世界冠军嘛，还是4号种子的门票还有救吧。DK 目前在涅槃图最大的优势还是队伍运营的底子在第二场面对有 Diablo 和克林所在的 BFX，DK 虽然在进攻端依旧是磨磨唧唧，但运营置换、团前站位这些基本的做的还是相当不错，所以面对涅槃级别的对手 ，DK 确实能够做到，哪怕什么都不做，也能靠运营拿到优势，哪怕不做太激进的尝试，也能等来对手的失误。但队伍缺乏大哥，缺乏终结比赛的能力，确实是 DK 一定要解决的问题。而 CP Max 的到来是让他们往怪异 BP 剑走偏锋的方向继续深入下去，还是重新确立队伍的优势点，让2个老登中辅找到自己的定位，那就只能拭目以待了。当然，我最期待的剧本肯定还是许哥找回自己，开始强势带队杀出涅槃。这个版本其实 Showmaker 的英雄池应该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啊，只是我觉得他现在有点不太相信自己能 C 了，临场的判断也确实有问题，还是希望许哥能化曲为蝶吧。LCK 那边其实整体格局很清晰，真正有看点的就是前3的排序，韩华、歼几、T1这3个队伍从配置上就高中游队伍一截，头部队伍的核心就是竞争状态的调整与对队伍体系的修缮。韩华呢经历了比较糟糕的 EWC 之旅后 ，LCK 的首场也是被歼几轻松的2-0横扫。但我得说韩华确实是在尝试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了。Delight 的 Nico 整个第2赛段只玩过1把，直接导致季后赛的 BP 和 EWC BP 都不舒服，所以第3赛段上来也是直接开练，效果呢确实有待商榷。一个被反杀，你会不会玩？那韩华这个队伍之前第1赛段我说他们很肌肉，很多朋友觉得他们换线抗压做得很好啊，甚至换线还能拿优势，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智力队。但在我的角度，韩华在之前换线阶段做得好，核心是因为他们个人对于局势判断足够准确，并且敢于用个人的能力去做一些操作博弈，还是在用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属于硬刚了过去。而智力队往往是通过一些战术设计，通过 BP， 通过团队用多打少去规避问题。两者呢本身也没有优劣，甚至很多时候结果会相同，但解决问题的逻辑是不同。而韩华这种3C 配置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当打野迷茫后，整个队伍的进攻节奏就会很慢。可之前无所谓，因为韩华的3C 足够能兜底，我不进攻对刷，中期打团也能靠着个人能力硬吃你。石油杯哪怕前期一直是被进攻的，但韩华中期就是靠着个人能力能反吃对手啊。但随着 Zeka 状态越来越下滑， Viper 兜底能力也有波动，那韩华的团战强度就肉眼可见的没有之前高了。但韩华强就强在他的队伍底子还是好，在第2场打 KT 的比赛里 ，Zeka 面对 BDD 的蚂蚱 counter 直接就被线杀了，团战也没有什么画面。但打 KT 这种 C 位有差距的选手，问题完全不大。韩华其实很久也不靠 Zeka 来 C 了，从第1赛段开始，韩华就是宙斯稳定兜底 ，Viper 大部分能兜，而 Zeka 偶尔小兜的这么一个配比。Zeka 现在确实太晕了嘛，这段时间看韩华的比赛，画面一直都是宙斯从头到尾被搞，但强度不够的对手呢，他又打不疯宙斯，甚至宙斯还给你整点什么1打2、1打3，团战也是各种声音。反观 Zeka 一针对就崩，不针对团战偶尔也会自己梦游送掉，也得亏队伍兜底的点够多。Viper 呢，即便没有之前稳定，但能 C 的局还是能站出来的，所以韩华后续的上限还是要靠 Zeka 去踢，他已经抿得有点太久了。说的夸张点，有点许哥。对于本身就要做前3来争第1的韩华来讲，这样的竞技状态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后续 Zeka 真的得把自己的竞技状态找回来。现在连很多过去的招牌都变招牌菜了，这谁顶得住啊？都怪 Barrier， 当年是他说 Zeka 不要成为 Chovy， 而是要成为 Showmaker 的。现在 Zeka 的表现确实证明了许哥不只是一个选手，他是一种处境啊。当然，在击败 DRX 的赛后 ，Barrier 的采访透露了他们在练习新的运营方式。那圆的大脑这块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一下，但前提是他们得杀出涅槃呐。
LCK 的核心看点当然还是 T1 和Genji 的经典大战了。作为 LPL 世界赛上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那夏天的 T1 一直很让粉丝揪心啊，可本以为经典折磨的开始，主打一个先苦后甜，没想到直接先甜一波了。首先是面对了碾压了韩华一副要无敌气势的Genji， T1 是在主场完成了让1追2，直接让现场爽飞了。其次呢，就是 T1 公布了与 Faker 的续约，4年的合同 ，Faker 起码会打到2029年。Genji 输给 T1 呢，并非自己状态下滑，而是 T1 的调整来得太快。第一场 Chovy 延续了自己火热的状态嘛，在前期疯狂被针对的情況下，依旧是发育照样走。在中期团战，Genji甚至打出了堪比飞升的名场面。 이러다 역으로 싸먹힙니다 우궁한테. 이거 만개를 정리한 2명. 근데 지금 정격파. 얼리고 그리고 相比 T1 是大伙都有点小瑕疵，轮流在犯病。那Genji他就和韩华是一样的，他属于有个缺口在持续的掉血。Canyon 这段时间的发挥一直都有点不稳定。可以说Genji虽然强，但在顶级对抗上，他们并非没有破绽，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打满贯。Canyon 现在有太多进攻选择不够合理了，这对于打得极其合理的Genji来讲是非常奇怪的。第二场Genji本身就选择了一个很偏向于发挥选手风格的阵容，就换个队伍 ID 我都觉得真的很难打的阵容，但他们确实打得也有声有色。King 的葵啊 ，Chovy 的卡牌也确实都有说法，但 Canyon 作为节奏点反而频频失误。首先是这波中路抓没闪的沙皇，舍不得闪现，浪费了一个轮次的机会。然后卡牌节奏带得好好的，他突然跟着 AD 来了一波跃上，本来Chovy前期的2次出击已经准备把上路击穿了，结果这样硬来一波，多兰直接回到游戏了。当然这里Chovy的蓝牌也是伏笔，但这种辅助还在加下野突发奇想的硬上，是非常不符合Genji游戏风格。这波失误直接把局势葬送，后面就是鸡蛋和 Faker 双 C 站出来的时刻了。虽然 King 的葵加Chovy的卡牌有 ID 加持，但 T1 也有自己的说法呀。此时阵容优势开始显现出来后，蓝子中期作为队伍被针对的点，他确实也没有给到边线什么机会，所以即便Genji中期靠着最擅长的拉扯把局势打回来了一点，但最后还是 T1 靠着更扎实的3C 笑到最后。第3把，我认为 T1 已经是从 BP 阶段就已经把局面将军了。Genji经典嘛，决胜开始整玄武大阵，只看前3手 ，T1 本来是很难限制塞纳这个点的。Genji 也认为场面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真的击穿塞纳后才会那么果断的一选，但 T1 他绝对吸收了 EWC 的失败，并且很认真的研究了Genji的塞纳体系。如果不是厄斐琉斯这种大核，即便Genji的塞纳前期被洞穿了 ，T1 他一样要去思考你怎么去处理Chovy的3只手。Genji 呢也完全可以靠着鳄鱼加巨魔的中期拖到塞纳成型，玄武双 C 手一长，对吧？但厄斐琉斯一拿呢，直接化身女警了，推塔效率是非常夸张的，而且优势以后压制力远比女警强。最重要的是，你巨魔和鳄鱼啊，还奈何不了有锤石保护的厄斐琉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T1 几乎是明牌把Genji的下路打穿了。塞纳一旦开始死，这个英雄就废了，叠魂就完全叠不快。然后厄斐琉斯一旦发育起来，维克多除非大后期，否则Genji根本就摸不到，这就属于绝对的妙选了。同时打野的节奏也是完全和下路进攻节奏持平的，线也设计的很好，加上蓝子非常精彩的处理 ，T1 他一波就直接把玄武大阵给打炸了。这里多兰看到 TP 直接 Q 一个探讨 ，R 一个打断，然后盲 E 最后一个点，非常果断啊。这里如果不是他这波鳄鱼踢下来，那Genji肯定还是能防住这波进攻。但蓝子的出色发挥加上 T1 的果断执行，这波越塔直接把局势就打烂，厄斐琉斯就直接变成女警，后面也是很标准的女警节奏嘛，带队各种拆塔。塞纳打不了这种局，而维克多发育周期又太久，厄斐琉斯这么肥，不可能靠维克多来解决了。可鳄鱼和巨魔这种笨逼前排也摸不到厄斐琉斯，所以直接就是死局。只能说这场主场证明之战 ，T1 准备的太充分了啊！不仅仅是游戏充分，场外的准备也挺充分。 저는 경기할 때, 팬미팅 할 때 1시간 동안 춤추고 노래를 부르겠습니다. 이게 가능한가요? 잘한다. 后续打经典的充电宝 KT T1 也是兵不血刃吧。第一轮最后的看点只有和韩华的交手，狠期待好吧。而Genji这个队伍呢，虽然输了这一场吧，但整体的发挥依旧是 OK 的，威胁依旧是在的。那本期赛事周报就聊到这里了。最后我想聊聊后面的规划。从8月开始呢，我将在原本的更新基础上再多做一些额外的充电视频。为什么要做充电视频？首先当然是增加频道的收入。在这个大环境下，商单本身就很不稳定，而很多时候你不接不行。自媒体你不做直播带货的话，肯定就只能靠商单吃饭。所以如果有额外的充电收入，能够让我不接商单也能够生存，那自然可以降低我们频道对于商单的依赖。商单实际上吃掉我的创作时间是非常多的，但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你没办法。我是经历过
过吃一单2、3、4个月的内容。而现在这种大环境，你求生存也没有什么议价权了。实际上，我原本很多企划就是受困于产能嘛，而现在要做商单的话，很多企划也确实真的没有时间做了。而充电视频如果能提供一笔稳定的现金流给到我们频道，那后续我可以更专注于在我本身的频道内容上，也可以基于此去扩充人手。其次就是我们频道确实也有一些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议题、很多话已经没有办法去深聊、去细说了。倒不是说被捂嘴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这2年的思考就是做视频还是要回归正能量一些。毕竟大伙看视频不是为了添堵，很多东西说了，哪怕不是我原意，也容易引发节奏和争吵。所以我会有点自我阉割，我的表达能力，很多人的理解能力，其实也不足以完成心平气和的表达与对话。所以很多时候我聊的话题，如果不是能花很多时间把事情讲透，我就干脆略过了。实际上现在写文案写得慢，也是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去调整措辞上，就很累。所以充电视频我会尽量解封一些，因为我觉得充电用户既然选择了付费支持我，你肯定会对我有一定的认知。那我即便说一些比较激烈、比较深入的结论，你也能知道我本身没有带什么主观立场或者成分去聊这个事儿，我们完全能够就事论事的去讨论。所以我认为充电视频也是一个双向选择，起码我能保证在这一块的评论区，大伙能够保证基本的理性，一起去就事论事。当然不充电的朋友也请放心，我本身该做的分析原本的内容都是不会变的，充电视频只是属于额外的加班。更具体关于充电的福利和规划，我会后面等第1期充电视频发布后再发布在动态里。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了，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袁某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